经济大萧条，那可能现在这个词汇啊，在有些国家变成了一个敏感词。所以呢，我今天来说的是美国的大萧条，当然不是说的现在的事情。这里说的大萧条是指发源于美国，在1929年开始，在1933年呢达到顶峰，直到1939年结束，影响了整整10年，并在此期间呢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中包括美国、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大萧条呢，是现代社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经济萧条。它不仅导致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失业，也改变了社会关系，摧毁了执政政府，帮助纳粹党和法西斯上台，最终导致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呢也感谢大家点开这支影片来听老白讲故事。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29年。在1929年的10月29日，纽约华尔街股市就突然崩盘了，引发了持续10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大崩盘发生的时候，股价在4个工作日骤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305.85点跌至了230.07点，股价下跌了25%。如果我们要说经济大萧条，那就要从头说起。大萧条之前的美国是什么样子的？那1929年之前的美国一片欣欣向荣。在大萧条之前，1923年至29年年初，执政的是第30任的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小约翰·卡尔文·克利兹。他的执政理念呢，当时就是小型的政府机构、自由的市场。克利兹上台之后呢，就实施了大幅的减税，减少政府开支。这个时候的美国在第1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呢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因为是在总统克利兹的任期之内，所以美国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又被称之为克利兹繁荣。从1921年到1929年的9月，道琼斯的工业平均指数从63升至381，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增长时期。1928年的时候，第31任美国总统上台了，他就是赫伯特·克拉克·胡佛。那由于克利兹呢是共和党人，所以呢，在1928年大选的时候此前从未经选举而担当政府职位的胡佛呢，就轻松地赢得了党内提名。并且在国内一片欣欣向荣的乐观气氛中，就完胜了民主党候选人阿尔史密斯，当选了总统。这可谓是拿了一手好牌。他呢继承了克利兹的执政理念，甚至更有过之。胡佛呢就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美国在追求人间幸福的方面的尝试，由于遵守了权力分散、自我治理的原则，信奉延然有序的自由制度、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因此所带来的幸福那是举世无双的。那感觉这个拿了好牌喊口号都差不多，很熟悉。而当时呢，以汽车、铁路为标志的新经济势力逐渐形成。那汽车、无线电通讯和家电的消费呈指数性增长。在1922年至1927年，所有的美国公司平均的利润增长率达到了75%。这个呢，又同时刺激了股市的大涨。所以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有200至300万家庭，也就是全国人口的10%，把钱都投入到股市。买卖股票呢，已经成为了美国人的一种共同爱好，整个国家都沉醉于其中。当时刚到美国的英国记者克劳德·克伯恩就说道：“你可以谈论净利或海明威，或者空气质量，乃至于音乐、房子，但是最终你的话题还是要谈论到股市，这样在一场谈话中才显得有意义。”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我们的上证指数在6000点的时候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股票，只要是参与股票投资的，每个人都是像股神一样的存在。那你不炒股，在饭桌上就显得格格不入，压根就没有办法参与到谈话当中。而在这些繁荣的背后，一场大的灾难正在悄无声息地慢慢酝酿。大萧条之前的美国，实际上不平等的现象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在《大萧条1929到1933》一书中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当时0.1%最富有的家庭的收入总额等于42%最贫困家庭的收入总和。近3/4的美国人年收入低于2500美元，但却有着2.4万个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513人的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而这些富人和上层阶级所享受的繁荣，并没有延伸到工人阶级。那超过40%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然而不仅仅是如此，1920年代债务积压非常严重。伯南克在《大萧条》一书中就引用了其他的研究数据显示了，发行在外未清偿公司的债券和票据，从1920年的261亿美元增至1928年的471亿美元，而在同一时期，非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券从118亿美元增至了336亿美元。
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的国民收入总和才为868亿美元，所以可以看出啊，当时的债务积压情况是非常严重的。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20年代，像家庭和非法人企业这样的小额借款人债务就在急剧的增长。终于在1929年的10月24日，美国就迎来了它的黑色星期四。那华尔街的股市就突然之间就暴跌了，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会跌。那一瞬间，美国金融业都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从顶端跌入了深渊。当时据说股票的价格下跌速度之快，连股票行情的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这个刷屏的速度。在5天之后的10月29日，在纽约的股票交易所，当人们在反应过来这个不是技术性砸盘之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恐慌，都开始陷入踩踏性抛售股票的漩涡当中，股价就在4个工作日内骤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305.85点跌至了230.07点，股价下跌25%，最低的时候跌入了206点左右。随后3年内，失业率飙升至30%。刹那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毕生的积蓄在几天里面就烟消云散了。这个也是美国历史上，乃至于说是在世界历史上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经济事件。它把整个美国就带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中，也是被视为大萧条开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随后的10月29日到11月13日里，短短的2个星期里，一共蒸发了300亿美元的财富。大家可能没有概念，30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我们参照美元时间网站上的消费物价指数为基数，计算出当时1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大约13.94美元，而这个3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在第1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当时有一首儿歌在美国盛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响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那么随着股票市场的崩溃，可怕的连锁反应也随之到来。由于很多人是在加了杠杆的情况下进入的股市，随着疯狂的挤兑下，银行就开始倒闭了，老板们的破产，工厂就倒闭，工厂一倒闭，工人就失业，没有了钱去买产品，那这样的话引起的购买力全面的萎缩，那结果就是产业工人穷了下来，连累了农民也穷，而农民的穷呢，又回头加深了产业工人的穷。那么社会性的贫困就随之到来了，没有钱就没有了消费，农场主生产出来的东西他也卖不掉，于是农场主就开始大量的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代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流成为了银河。这个我小时候也接受到过这样的教育，美帝国主义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掉，也不愿意分发给穷人。那最后肯定还是要加上一句，真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当时在城市中破产的无家可归者，他只能用木板、旧铁皮、油木，甚至是牛皮纸搭建起了简易的住房，而这些住房聚集的村落就被称为胡佛村。那流浪汉要饭的袋子就被叫做胡佛袋。那没有钱购买燃油，就拿牲口拉动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于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身上的那种盖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而当时大萧条时期最为人所熟知的一个象征，就是街头上这些小贩。那为什么去拍这些小贩？原因就是经营着这些流动摊位的这些小贩，有许多人以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那随着经济崩溃，与之到来的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大萧条期间约有200至400万中学生就中途辍学了。那许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杀，社会治安也日益恶化。同时也发生了遍及全美国的大饥荒和普遍的营养不良，导致了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在记录美国历史的《光荣与梦想》这本书里面就有写到，美国大萧条时期，千百万人必须像畜生一样才能活命。那么大萧条是从1929年持续到1939年，到1933年最严重的时期，有1500万美国人失业，2万多家公司破产，大多数的美国银行全部都倒闭了。虽然说大萧条里边有那么多人赔钱破产跳楼，但是这里边就要说到一个人了，他不仅仅在大萧条中大赚特赚，他甚至做到了全球最富有的10个人之一。他就是传奇人物杰西·劳里斯顿·利弗莫尔。他原本就是美国华尔街的一个大亨，当时被《时代》杂志形容为最活跃的美国股市投机客。利弗莫尔在16岁时候就出涉股市，
赚到了3.12美元，把这些钱赚到1000美元之后他就辞掉了工作，专心买卖股票。但是他呢是以做空出名，有华尔街大空头之称。那这里就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空。做空呢是一个投资术语，是金融资产的一个操作模式，它与做多呢是相对的。做空呢是先介入标的的股票资产，然后卖出获得现金，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支出现金买入标的的股票资产，把它归还。做股票的人有那么多，那是什么方法让利弗莫尔抓住这些见顶的信号呢？总结下来，其实和很多的普通的投资者一样，就是密切关注财经信息。但是他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能够嗅到信息的价值。那比方说，《纽约时报》实际上每天都会公布通知贷款的利率。在1929年的1月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美联储当时已经看到了股票保证金融资增长过快，威胁市场说，如果融资继续增加，联储呢可能会提高利息。而当时1月份的通知贷款利率在7.5%左右，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因为去年同期该水平是4.5%。这时候敏感的利弗莫尔马上意识到，当下市场的流动性开始变得紧张，整个场景与1907年自己做空美股时候极度相似。那2月的时候，美国联准会开始调查银行对券商融资的数据，而引发市场收跌的时候，利弗莫尔更加警惕起来。他嗅到了空气中的血腥味，但是他仍然冷静。直到1929年的夏季，美国经济的投机热情依然不减，各个阶层都开始参与到股票交易中。而利弗莫尔呢，又看到了财经讯息中的个别信号，一边是各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入建设，开展产业合理化运动，生产供给迅速扩大。但是另一方面，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却在相对的缩小，身上背负的杠杆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呢通过融资进入股市，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那这个时候他就做好了准备了做空美股。通过这惊天动地的一战，他在短短9个交易日时间里获利1亿美元，成为了当时全球最富有的10个人之一，真正的是富可敌国。但是吧，我又要但是了，他实际上最后的晚年生活是非常悲凉的，最终呢选择在洗手间举枪自杀。好，我们再说回大萧条，那么这场大萧条就持续了整整10年时间，它最终呢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个时候，领袖的伟大往往就在最危难的时候体现出来了。1933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他针对了当时的实际情况，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呢，把它称为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3R 来概括：第一是复兴，第二是救济，第三就是改革。那由于大萧条呢是由疯狂的投机活动所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所以呢，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就从整顿金融开始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的所制定的15项重要立法中，有关金融的法律就占了1/3。罗斯福总统呢是在1933年的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这个时候，美国全国几乎已经没有一家银行在营业，当时支票在华盛顿已经无法兑现。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3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从3月13日至15日，有14771家银行领到了执照，重新开业，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而罗斯福总统采取了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呢起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了一道闪电。新政呢是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干预的方式，大大缓解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通过了国会制定了紧急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国家产业复兴法、社会安全法等等法案。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新政呢才基本结束。但罗斯福新政时期所产生的一些制度或者机构呢，那比方说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住宅局、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等，仍然产生着影响。新政呢是耗走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个脉络，
他的口号就是使人们能够重返工作，使我们的企业呢能够重新活跃起来。那这个口号就符合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也充分的唤起了他们的积极性。罗斯福总统呢，把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保证公民就业作为了政府的责任。那尤其是以工代付的形式修建了一大批的工程项目，这个呢不仅大大缓解了失业困难，刺激了经济的早日复苏，而且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使美国经济受益无穷。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措施和政策，为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快速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呢，罗斯福总统也成为了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受美国和世界公众欢迎的总统，而永载史册。实际上，这个历史在短短的一期很难说完，是因为登场的每个历史人物、每个历史时段、每个政策的出台，都对整个事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大萧条时期，不管你是一个小老百姓，还是一个成功人士，都是这场雪崩中的一片雪花。那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好了，这就是这一期的老白的道听途说。再次感谢大家点开这支影片，同时也感恩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